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妈吉跟我说的故事。在故事开始之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位妈吉她是我之前在声波频道认识的一个朋友。因为我们两个的个性啦、想法都很像，所以呢，我蛮相信他的。然后呢，他也超挺我的。所以呢，当我跟他讲说我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无条件的支持我，是一位呢我非常重要的朋友。那因为这一阵子我的工作还有私事比较多，所以呢，之前有想好的一些主题都没有时间整理资料。那他知道之后呢，就分享了一些他遇到的灵异故事给我听。在这边呢，要跟我们家的妈吉馒头说声 I love you。那么在讲故事之前就要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希望大家呢可以帮我按一下订阅，好不好？因为我即将达到1000个订阅，这对一个创作者来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呢可以给佳佳一些鼓励跟支持好，那如果呢之前有看过关于美人鱼或者是神鬼附体那2部影片的话，就会听过我说呢，我这个妈吉她是敏感体质。如果去到一些呢有灵体或者是磁场比较特别的地方，像是庙宇、殡仪馆等等之类的，她就会开始狂打嗝。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呢，因为是我妈吉分享的，所以呢，我就会用她的角度，第一人称来说这件故事。这件故事发生在我高中的时候，当时的我还不是灵异体质，对于灵异世界的讯息接收度是完全无感的。但是我的朋友 A 小姐，她就很容易遇到灵异事件，也就是人家说的敏感体质、灵异体质、招阴体质。在1997年，当时的我还是个学生，所以呢，出远门都是跟着家人一起出去旅行。有一次呢，我们全家计划出国旅行，打算到马来西亚去度假。那个时候云顶世界非常的有名，它呢被称为云端上的娱乐城，不仅拥有多家的酒店以及多间的餐厅，同时呢更配备各项娱乐设施。这里面包括了户内跟户外的游乐园，以及云顶第1城云豪综合大楼、云顶国际会议中心、云顶大道，以及马来西亚唯一的合法赌场。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设施呢，才刚刚启用，就是长达3.38公里的云顶缆车。它可以将乘客呢送达到云顶名胜世界，让游客们可以更快更方便的抵达云顶名胜世界。云顶缆车也是世界最快的单轨缆车系统，还有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最长的缆车。在云顶名胜世界，目前呢拥有5间酒店，其中拥有6118间客房的世界第1大酒店，而且呢还曾经荣获了金氏世界纪录，颁发为世界最大的酒店。但是因为时间真的太久了，所以呢我只记得当时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导游呢说缆车是新盖好的，然后呢我们住的酒店呢也是新盖好的，但是哪一间酒店呢我真的忘记名字了。因为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马来西亚的云顶赌场。为什么印象最深因为整个赌场的建设真的是在云端上面，当下呢只觉得这里超美的。但是在我们旅行事件之后呢，我上网查询之后才发现，原来有非常多的人在这里曾经经历过灵异事件。出国的时候，我们这团很特别，因为整团大约只有10几个人，所以呢，后来到了马来西亚之后，我们直接分成2团，坐9人座的厢型车。
我们一家人总共有6个人，再加上呢我一个朋友 A 小姐，总共7个人。那这辆车上呢，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导游跟司机，其他的人就变成另一团，坐另外一辆游览车。出发的时候，好巧不巧，我们这辆车的冷气刚好坏了。第一天呢，就遇到这种情形，好像是灵异电影开始的铺陈，像是在提醒我们后面会有事情发生。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呢，有一个晚上呢，住的酒店在云顶世界里面，导游对我们说呢，缆车是新盖好的，饭店也是新盖好的，里面有非常大的赌场可以去玩玩。说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很开心，但是导游接着说，虽然呢你们看现在这边很漂亮但是以前这里可是乱葬岗啊。当下一听到的时候，心中只是出现哇嘞，但是呢我们其实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想说都是刚盖好的，而且呢设备都是全新的，应该是很好，没有什么问题。当时出国玩的时候真的非常开心，而且我们搭乘缆车它的速度真的很快，一下子呢就到了云顶世界。我们到达之后，导游呢就开始分配好房间，并且把钥匙呢分给我们每个人。那么我当时是跟我的朋友 A 小姐住在一间，导游之后呢就一间一间陪着我们巡房。看完大家的房间之后没有问题他就把我们全部的人集合在赌场外面。因为当时我跟我的2个弟弟都未满20岁，不能进去赌场，所以我们3个呢就坐在赌场外面等他们。其他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因为都满20岁了，所以呢他们就进去赌场玩。过了一阵子，我的家人还有导游就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呢导游的脚扭伤了。当下呢我们询问导游，导游没有说怎么扭伤的，只是说呢跌倒。到了晚上，重点来了，我跟我朋友一进到房间之后，因为我们的房间是2张单人床，而这2张单人床中间有一个小书柜，这个书柜上面呢有一个小台灯。因为出国玩得非常开心，所以呢我们2个就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一边聊天一边准备睡觉。聊着就聊到睡着了。可是呢诡异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在睡觉的时候，我就感觉呢有人在摇我的床。因为当下我是闭着眼睛睡觉，所以呢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你不要摇我的床啦，我很累，我要睡觉。然后呢我的朋友就回应说没有，因为他这样子讲，然后呢我又很累，所以呢我也不以为意，就继续睡我的。过没多久之后，这次换我朋友，我朋友就说不要摇我的床，因为我已经睡着了，所以呢根本不知道他要问我这句话，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应。因为我的朋友没有听到我有任何的回应，所以呢他也不以为意，继续睡觉。睡到一半，我的朋友忽然讲说不要拉我的脚啦。说完之后呢，我朋友就爬起来看看四周，觉得怪怪的，所以呢他就站起来走到我的床，结果看到我是睡着的，然后呢他又看看四周，虽然当下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他就是马上觉得不对劲，因此立马跑来跟我挤一张床。因为那个时候呢真的玩得非常的累，所以呢我睡得跟猪一样，完全不知道他跑来跟我挤一张床。他一爬上我的床之后呢，就面向着我，然后整个人用棉被盖住了头，包得紧紧的。虽然当时他是包得紧紧的，可是他感觉到的不是热，而是整个后背发寒。那个时候我朋友觉得很毛，虽然心里很害怕，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还是把棉被呢拉下来，并且转头过去看看后面有什么。结果当他把棉被拉下来，一转头就发现有一个透明的女生
他的脸就在我朋友的面前，并且跟他四目相接，然后面无表情的看着我朋友。而这件事情是隔天起床之后，他才跟我讲他看到的事情。在这当下，我朋友就尖叫了一声，并且大骂：靠北边走！我本来睡得好好的，结果是被我朋友惨烈的尖叫声给吓醒。然后我一起床的时候呢，竟然发现我朋友怎么跑来跟我挤张床。那么当下呢，是想问他发生什么事啊，干嘛尖叫？结果我一看到我朋友的表情，整个一脸惊吓，而且非常的苍白。我心想，他应该看到了什么东西吧。然后我们两个呢都很有默契的，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就这样子挤在一起睡觉，然后棉被盖得紧紧的。隔天一起床之后呢，我的朋友就烧瞎，而且呢还发烧，完全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我在想，会不会是我朋友呢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所以异界的朋友呢让他发烧又烧瞎。后来回程之后，我跟我朋友才得知呢，导游前一个晚上在赌场扭伤脚，是因为呢阿飘把导游绊倒而扭伤的。那因为带我们的导游是一个有阴阳眼的导游，他当下检查每一个人的房间都是 OK 的，没有任何的异状，也没有灵异的朋友在房间里面。听到这里，我就想，因为我妈就有说，当时她的朋友 A 小姐差一点呢跟这个导游谱出了一段异国恋曲，所以呢，我猜想会不会是那个阿飘原本是在赌场里面，因为 A 小姐的体质呢比较容易敏感，所以阿飘那个时候在赌场呢就跟上了 A 小姐。可是因为导游呢对 A 小姐很有好感，也看得到阿飘，所以呢在赌场就保护了这个 A 小姐，因此阿飘不高兴，所以在赌场中呢才把导游绊倒，之后呢才一路跟着 A 小姐到房间里面来。听完我妈姐分享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有特别上网去查询有关于云顶世界的一些灵异事件，后来才发现它有非常多知名的灵异故事然后呢，这些有名到只要去到那边的人都知道这些灵异故事。不过呢，非常庆幸还好我的妈吉跟她的朋友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还是平平安安的回到台湾。今天我们的故事呢就说到这里，在这边要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还有我们有一些非常忠实的朋友谢谢你们常常给我鼓励跟支持啊。然后呢，有一些朋友说呢，他也有一些亲身经历的灵异事件想要跟我分享，所以如果我们有朋友想要跟我分享您的故事，而且呢您也是愿意让我分享给大家知道的话，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的故事寄到 email 跟我说，然后呢在我们的影片底下呢留言告诉我就可以了，因为大家的留言呢我都会一则一则去看。再次谢谢大家看完这部影片，我们下周见咯，拜拜。